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在土耳其买了房，写好遗嘱全部留给配偶，可到了土耳其，这份遗嘱有可能被部分改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土耳其法律里有样东西遗嘱绕不过去，这个东西我放到最后揭晓。如果你在土耳其买了房，开了公司，家人却还在国内，那一旦发生继承，你面对的往往不是一套法律，而是两套。土耳其法管境内的不动产，中国法牵动你国内的资产和身份，两套一撞，麻烦就来了。这件事做错，代价不小，轻则文件反复补件，折腾几个月，重则亲属为一套房对簿公堂。这套跨境继承怎么理顺？第一步，搞清哪国法律说了算，这往往看资产类型。按土耳其第5718号法的一般原则，位于境内的不动产适用土耳其法律，几乎没有例外。但动产就不一样了，像银行存款、股权，还有谁有资格当继承人，这些通常参照被继承人的本国法。换句话说，同一个人的遗产，可能一部分按土耳其法办，另一部分牵扯中国法。这里还藏着一个雷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。如果继承人已拿土耳其护照却没退出中国国籍，两地机关对身份的认定可能各说各话，进而影响继承、房产登记，甚至国内社保。理清法律，我们进到手续。在土耳其继承房产，核心就8个字，先证明身份，再办过户。第一步，通常是取得继承权证明，土耳其语叫 Miraslik Belgizi。它可以向土耳其公证处 Notar 申请，情形复杂，涉及外国文书，就要走民事法院。拿到后，向税务机关办遗产税申报，取得凭证，再到土地登记局 Tapu 办产权变更。那人不在土耳其也能远程办吗？通常可以，凭一份授权委托书就能委托代理人代办。接下来是很多人卡住的一环，中国的文件怎么在土耳其被认？一般要先公证，再加海牙附加证明书 apostille。 好消息是，中国从2023年11月起正式适用海牙取消认证公约。死亡证明、亲属关系这些公证好，领 apostille 配土耳其语翻译就能用，但是否被接受仍以受理时要求为准。再说钱，土耳其遗产税叫遗产及赠与税，按累进税率征收，通常可分期。继承所得适用的税率一般低于赠与所得，但税率区间和免征额由税务机关按年度调整，具体请以你申报当年的现行规定为准。还有个常被忽略的点，中国目前没开征遗产税，但你国内资产按中国法处理，土耳其的完税跟国内资产之间不会自动抵扣。是否存在双重课税，最好动手前先做一次跨境梳理。那怎么提前规划，才不至于临头补救？最直接的一步是针对土耳其境内资产，按土耳其法律另立一份遗嘱。民法典承认多种形式，其中在公证处做成的正式遗嘱，证明力通常更稳妥。在这基础上还有3件事，把房产、股权、账户整理成清单，别让继承人找不到，分配方案提前算好。如果涉及子女借土耳其护照参加华侨生联考，或未来赴美1-2签证，要留意双重国籍的连锁影响。越早安排空间越大，但从不是有保证的捷径。好，揭晓开头那个悬念，那个让中国遗嘱绕不过去的东西，叫保留份额，土耳其语 Sakli Pay。 它是法律为特定近亲保留，不能被遗嘱剥夺的最低份额。按土耳其民法典，子女、在世配偶，还有无子女时的父母，都是享有保留份额的法定继承人。哪怕你立遗嘱把财产给某一个人，其他享有保留份额的亲属仍能主张属于自己那部分。这跟中国差别很明显，中国给遗嘱人的自由更大，只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份额，而土耳其按亲属身份固定比例保护。
所以那份把房产全留给配偶的遗嘱，才可能触及子女保留份额而被部分调整。土耳其遗产继承横跨法律、税务和房产，没有一家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或时长，但把资产、文书和两地规则提前对齐，就能少走弯路。我们是总部在伊斯坦布尔，全程中文的跨境团队，端到端陪同，关键节点中文书面汇报。欢迎关注我，主页预约咨询。